把这个大水池子所有水都放掉之后，露出了一艘巨大的乐高沉船和8个圆盘底座。选手们将要在这些底盘上搭出自己想象中的海底场景。当所有作品完成时，水还会再次灌满池子，让作品呈现出海水逐渐排空的时刻。整个挑战限时16小时。澳版第4季的经费更多，挑战难度更大，以及 Brickman 的背影更加反光。从出生开始就玩乐高，好像都已经成了选手标配。这组兄弟俩塑形很强，很擅长做一些神奇的生物。这次他们桌子上就放了一条奇怪的骨架，两人准备做一只巨大的海怪。作品最后要放进水池，所以比起平视，更要考虑俯视的构图。越往后看，越觉得这哥俩应该是这一季的 C 位了。他们将海怪的头调到俯视也能看到的角度后，放在水里，一整个震撼。巨大的海怪从自己的领地游过来，碰到一只瑟瑟发抖的可爱小鱼，大小反减的对比，不一致的画风反而出来一种荒诞感。场景设计的有趣，就连顶部的构图也很有美感。明明是塑料做的，竟然给我看出了蛇皮的质感。姐妹组的这位非常擅长做人脸。Big mermaids.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节目有个诅咒，就是做美人鱼的必挂。 Let's go through the mermaids. First mermaid came along. Yeah. What happened? Unfortunately, today they'll be leaving us. Second mermaid. That's been an epic journey. 姐妹俩准备做人鱼妈妈，带着女儿在岩石上休息。鱼尾飘在空中，排水的时候会最先看到鱼尾。不幸的是，他们最有看点的鱼尾做得太小，估计是时间不够了。幸运的是，这也确实算是历届做的最好的美人鱼。To have my husband here with me together building Lego,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igger than this. 两人对乐高的热爱完全体现在了他们的婚礼上，一个大乐高蛋糕和乐高伴郎们。这期的主题是创造海底世界浮现的一刻，夫妇组的设想很有意思，他们准备做沉入海底的艺术家画作，海洋中的生物们会根据画作的颜色伪装自己。果然同志们的艺术和创意的敏感度很高啊。两幅装在箱子里的名画，梵高和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成，在海上运输时不小心遗落在海底，成为了海洋生物隐藏自己的保护色。画上的水滴简直是点睛之笔，但评委还是给了几点建议。 Fish themselves were enough to tell that colour story. I don't think we needed the coral. It kind of detracts away from that. The picture frame, so I'd love to have seen a crazy ornate picture frame on the Van Gogh. What are we making? Poseidon is, oh my god. 头顶大包参赛的爸爸和儿子可能刚被蚊子叮过，父子俩的家里只有一点点乐高。儿子16年来基本生活在乐高做成的房子里。他们设想做一个水下的人鱼小镇，村民膜拜海神波塞冬的场景。要知道波塞冬是澳版第1季的冠军作品，珠玉在前，如果不够出彩，肯定会有一丝尴尬。果然12个小时过去，波塞冬成了海绵宝宝脸，村民膜拜这个可能真的是脑袋进水了。在第2次修改后，海王终于出来点愤怒和威严的意思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海王看似平平无奇，放在水面下的效果却惊人。海底小镇遭到了侵略，居民们纷纷膜拜海神，寻求帮助。模型如果单独看是无法和第1季的老大哥相比的，毕竟比赛只有16小时。但结合题目浮出水面的时刻，他们塑形和白色的选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欢乐组准备建设一个水下外星殖民地，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姐姐非常跳跃。他们想要模型随着海水排空，两侧的部分会脱离主体，像马桶里的浮球一样漂浮起来。果然在水面下降的过程中，他们的吊舱成功展开，也是唯一一组利用浮力做出动态的模型。中间的小触手怪做得巧妙可爱，可惜整体的故事不够清晰。接下来是胡子小哥组，注意这里出现了强者关键词胡子，小哥的发型也是非常喜人，看来他们后面的作品都可以多点期待。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海洋版的狂野西部世界，海马在海洋中驰骋，身上坐着一些试图驯服海马的人类。接下来参赛的小姐姐是职业的 coser 兼网红，搭档是她的摄影师。网红组合做的是人类飞行史上最传奇的女飞行员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在海中的飞机遗骸。技术上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来掐流量的，创意和搭建技巧都能看出很多思考。情侣组这边选择了异形题材，准备做一只巨大的海虫怪物攻击潜水员的场景。水位下降的过程中，海虫越来越有灾难片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经典电影。但完全浮出水面后，海虫的身体直得像根烟囱，恐怖指数直接归零。穿越火圈，飞越5米长的校车巴士，听起来像是平常的特技项目。但如果这是一场乐高比赛呢？本期主题是要选手们用乐高搭建出一个冲过2项特技环节的载具，飞得最远有额外加分。每组选手都会被分配到一个决定他们搭建主题的人仔，比如这边的夫妇组拿到的就是玉米人。2位艺术家在搭建载具上零经验，所以扬长补短，尽量在故事和外观上拿分。他们准备做玉米加农炮，加农炮里塞满了黄色人仔的头，创造最后载具爆炸玉米粒飞溅的画面。他们最后还在牌子上玩了个双关梗 Cup this 和 Cup this。 We've never made a vehicle
So The wheels might just pop off. shush. She looked beautiful. 3, 2, 1. 加农炮完美穿过2个设计环节，最后以炸裂的爆米花结束了自己美味的一生。最后飞跃成绩 6.3 米，父子组分到的人仔是送披萨的外卖小哥，他们的设计疯狂的多。他们做了一个巨型披萨外卖盒，里面有一块大披萨，为此他们故意让披萨盒盖立起来，增大车子的风阻，好让披萨盒在空中多翻几个跟头。儿子一直觉得这个披萨盒飞不过校车，但是身为工程师的老爸相当有信心。实话说，这个确实看着不像是能飞起来的样子。启动助推器，看看会不会被打脸。 3, 2, 1. Pizza. 飞翔的外卖盒里掉出来了一大块披萨，上面的芝士甚至还在拉丝。掉出来的披萨撞到了火圈，盒子继续冲刺，竟然顺利飞越了所有校车。不仅成功完成特技，还刷新了玉米加农炮的记录，达到了 7.3 米。网红组分到的是牛仔女孩，本来想让牛仔女孩骑着墨西哥卷饼起飞，想让卷饼撞在地面时配料撒得到处都是，但为了扣载具的题，他们谨慎地改成了餐车。网红组的墨西哥卷在难度和外观上都完成得很漂亮，但外观上有个 bug， 就是模型有2套轮子。助推器启动，牛仔女孩骑着墨西哥卷饼餐车飞越了火圈， All points for the flight. 在最后一辆校车的身上磕个粉碎，可惜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过线了。 We don't really need to measure it because it clipped the bus. 欢乐组拿到的是小鸡人仔，他们的设计是一辆尖叫鸡改装车，这下有了流行文化 buff 加持，他们甚至还在里面放了鸡蛋。尖叫鸡的鸡冠都是用3张橡皮船零件做的，模型整体和校车道具一样大，整整有1米长，又大又重又长。如果机器的推力不够，可能直接在校车上就坠机了。 You just hope that there's enough momentum from the ramp to just... 虽然飞不远是肯定的，但造型上我知道已经赢了，赢了他们太多了。尖叫开始，尖叫机极限1换1，一个肉弹冲击带走了最后一辆校车。慢放看一下，尖叫机在穿越火圈的过程中就已经偏离航线，直接横飞。接着以鸡飞蛋打的谢幕，完成了一只鸡的使命。 That's awesome. Here's the bus. 最后更是拿下了电视台观众票选的第1名。欢乐组的效果太欢乐了，不得不夸一句：鸡你太……如果想自己 MOC 一个这样的尖叫鸡，可以拿乐高今年新出的方程式赛车做改装，拼多多100亿补贴，方程式赛车900出头，福特野马269，乐高多肉花328，谁能拒绝一个比真花还贵的塑料？但是它永不凋谢。快打开拼多多搜索81639，或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去100亿补贴会场看看吧。还有 Switch 日版只要1700多，其他平台都要2000多，就连我剪片子用的联想拯救者现在也只要7299，比其他平台便宜700。官网5999的 iPhone 13都只要4969了，直降1000多。因为是拼多多官方补贴才这么便宜，所有100亿补贴商品承诺假一赔10，还有品质险双重保障，让你买的放心。兄弟组因为在第1场比赛中拔得头筹，这一次他们可以先行选择自己车的主题，并且还可以给其他组指定主题。兄弟俩在开始就想好了设计，小哥是万圣节出生的，于是选择了女巫人仔，做一辆藏满了糖果的南瓜车。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让南瓜裂开，飞出漫天的糖果和巧克力。 I'm thinking maybe like 5 kilos. 但逐渐砖块重量也增加到可能影响起飞的程度了。南瓜车的外观利落可爱，一看就知道出自高玩之手。这一季兄弟组的 C 位已经很稳固了，接下来发射南瓜，南瓜头的脸在火圈里像一只小怪兽一样生动，以近乎擦边的完美弧度越过了校车，糖果像爆米花一样蹦了一地，视觉效果很好，很稀碎。可惜最后的飞行距离6米和加分无缘。情侣组分到的是飞行员，他们准备做一个破烂的木质飞行器，顶部加了很多螺旋
桨叶片，整体很有废土风的感觉。飞行器在空中边漏边飞，接着一个360度的空中转体，出乎意料的飞行效果。最后成绩7米。胡子小哥组被分到的是独角兽人仔，他们准备做一个巨型脚踏车。小仙女独角兽开着一个拥有 V 式引擎和巨大排气管的路霸拖车，零件上看它们的重量最轻，很容易偏离轨道。独角兽的头在空中被甩掉，最后碎裂的位置都快撞上镜头了。主持人俩的成绩是7.9米，爆炸的效果力度不够，但是刷新了距离记录。姐妹组分到了火箭人，他们第一个就想到艾尔顿·约翰唱的 Rocket Man， 他们设计将艾尔顿放在火箭上弹奏钢琴，火箭尾巴的烟花喷射而出，创造出一个自带 BGM 的死亡舞台。小钢琴做得很精致，模型采用了和主持人皮肤一样的配色。乐高做圆润感很难，姐妹俩处理的还是很厉害了。接下来有请火箭人试试起飞，空中姿态很有火箭的感觉，坠落解体视觉效果完美。火箭人在空中不停地转圈转圈，胡子小哥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姐妹俩覆盖了他们刚创下的记录，达到了8.1米。最后评委评分，尖叫鸡得到了最高的8.8分，但姐妹组的火箭7.9分，加上额外的1分飞行距离分，超越尖叫鸡，非常极限的拿到了第1。下一期。It's Lego Masters Mega Music。上帝说只能用一种颜色，于是有了新西兰。本期要求选手们搭建一个单色艺术品，要求能够表达情绪，颜色还不能自己选，只能从节目组提供的4种颜色里挑。每队要先分拣砖块，按照分拣的名次去挑颜色。胡子组第一个捡完，优先选了白色。这个作品委员称之为思想者乐高版。 Story of our build today is Hope Defeats Despair. We want to remind the viewers of this piece that even when the world is at its darkest, there's always still a glimmer of hope. It's there, and sometimes you've just got to reach out and take it. 纯粹搭人的话是非常考验功力的，胡子小哥们水平一直在线，整体的坐姿造型很流畅，低着的头，呈半握拳状，捂着脸的手，细节也都兼顾到了，不用解释，只看作品就能体会到人物内心的挣扎，情绪表达很到位。看来有胡子的不一定是油腻大叔，还有可能是乐高大师。妇女组选了灰色，他们的作品是圆柱之手，乍一看就一座塔，手在哪儿呢？随着镜头的移动，才看到塔顶有2个小人。 And the young guy is leaning over the top of the tower and helping the older guy. 塔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对比一下美版冠军的塔你就懂了。四周小塔上的人脸，主塔上雕塑感的花纹，让作品充满了千年古塔的气息，但是人物实在太不起眼了，承载不了情绪，作为艺术品还是有点不够看。 It was unclear. Without a description, it's difficult to see what's happening. 有跑题的嫌疑。另外，高专举办的2023年第1期创想会积木评选活动开始啦，大家可以在高专积木小程序参与投稿，奖金礼品超级丰厚，优秀作品不仅能在线下展出，还可能被生产成套装。另外，办饭也会选一些有趣的作品进行解说，帖子们记得来投稿。妈妈组不知道是不是状态不好，这几期的作品都比较一般。他们搭了一个竖着的半圆，一个平面半圆，就准备完工的时候，评委身体力行的解释了什么叫有的沉默震耳欲聋。经过修改后，加了一个趴着的人。A man who is holding on to the last of the sunset. 如果胡子小哥是写实派，那他们就是抽象派，人物像是会随着太阳的消失而融化，有一种抓不住的无力感。You'll never grasp it. You'll never be able to hold on to the sunset. 搭建上没什么难度，简单来说还是几个半圆。如果没有加那个人的话，这作品放在美版也是相当炸裂的。光头组选了红色，一个人拉着裂成了2半的心。And there's a figure trying to pull the two halves of his broken heart back together. So he's experienced some loss, but he's trying to move on. 颜色和故事融合得很巧妙，这次主题纯就是考验搭建技巧了，比如让上重下轻只能靠一个尖角立起来的心，强者如斯也差点搞散架，还有心脏外侧流畅的曲线，中间的裂纹。光头哥的塑形是有2把刷子的，毕竟手残党都不一定能画好。由于本期作品差距过于明显，前2名没什么悬念，给到了思想者和破裂心。最后思想者凭借更好的情绪表达拿下第1。下一期是拼乐高好玩，还是乐高拼成的游戏更好玩？本期要求选手们在14个小时内。 Your build challenge is to invent, design and build an amazing tabletop game. 意思是脑洞要够大。本期获胜者将会保送决赛。光头组的游戏叫拯救世界，大 boss 正在搞破坏。 And the superheroes have to quest through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all sorts of threats and get to Protor and defeat him with their ultimate weapon. 角色设计一看就是老玩家了，射手、法师、辅助、肉盾、战士5个角色都有。这阵容主打的就是一个贴心。我要用战士去打野了，你们想用什么？跟我双排开黑。虽然搭建过程不太顺利，好在最后的成品还不错。So this is this idea of the
opening the chest. Ah, And then they go and then the on. lights will go on. That's what we want. 一个会激光攻击的大 boss 就来了。A lot of robots in past builds. Otherwise, really looking good. Nice job, guys. 还配了一个游戏柄，盲猜游戏体验应该不错，毕竟是机械按键。胡子组搭了个战斗砖块。This is Battle Bricks, a strategy battle game. 海盗和英雄在这里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他们的战斗场景相对来说非常壮观。Really good up close. The war elephants, the battle boats, lions, everything just looks fantastic. 海里有战船，天上有空中骑士，跨越物种，波及三军啊！但他们过于执着场景的设计，忽略了其他人仔都是现成的，很难体现出搭建水平。作为战斗游戏，人物也没有成为视觉中心。It feels like I could sit down and play it right away, and that's the problem. It's basically an RPG with a few things tacked on. 更像是战斗场景的重现。妇女组设计了一款太空主题的游戏，作为金砖奖励，本次会有人帮他们建造1个小时。我以为是 Robin Sether， 没想到是主持人。这幅就给你，要不要？当主持人从门口进来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他们一样。 How come I'm suddenly worried? 玩家需要通过外星人设置的障碍，否则会被煮成粥。你看锅里已经炖上了失败者的头，通过上下移动的摇杆和按钮来操作游戏。谁的 DNA 狠狠动了？还记得竹笋炒肉的味道吗？我是指放学路上在路边小店玩街机被爸妈逮住的那顿。上下移动的火箭，顶上旋转的小行星。Features have got flickering lights going on, so I know there's a bit of programming in there to do that. 快借我1个币！妈妈组很想得到保送决赛的机会， So we're going to really push ourselves to our absolute limit. 但现实跟想象也就有一点点不同。作品略显寡淡。 We've got the sleeping dragon guarding a tower, and then you've got to get the treasures out of his mouth. 好像有些东西弄反了，龙是不是更应该被保护？此时帮完忙的主持人过来捣乱了。 This dragon was nay but a Technic frame. Now it's 妈妈组不太擅长机械的搭建， They'v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eir mechanism and on their cute dragon. 一个手抖还把牙齿卡进了动力组。 This requires us to basically dismantle his whole entire mouth to fix. 最后成品更像鳄鱼不说，也不如之前被淘汰的夫妻组。龙身部分时间不够，直接忽略不计了。最后光头组的五黑拿下第一。You are the first LEGO Masters New Zealand finalist. 你们猜猜第2名是谁？答案可能会让你们意外。下一期 We want you to create a supernatural creature. 讲个鬼故事。
Masters is Glenn and Jay. Well 恭喜快乐海豹成为冠军，拿下乐高大师 title 和25000美元的奖金。下个系列想看哪个国家的乐高大师？评论区告诉我。如果说看到画面把声音配出来的工作叫拟音师，那这群根据声音搭出乐高模型的该叫什么呢？今天他们要在10小时内用乐高把自己听见的音效搭出来。母子组的是弹簧音，他们要搭一个布谷鸟时钟。上一期险些被淘汰，这一期他们立志夺回金砖，在建筑规模和要搭个外星飞船坠毁，外星人找燃料重新驱动的故事。他们在搭机械组时遇到了一些困难，飞船太重了，发动机没法让它升起，机械组迟迟动不起来。他们搭了拆，拆了搭，焦头烂额。同样要马戏团组从成员配置上就有些令人堪忧，实力整体就要比太阳组弱一些。他们的大主题是一个倒放版的小美人鱼的故事，讲述一个人变成美了。这一期就是一个巨大的太阳马戏团广告啊！散会，下集。